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现场和线上的开发者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们团队在云边端一体化流式渲染上的探索。那我先来说一下业务的背景，我们主要想通过这个技术方案去帮助业务解决流量转化的问题。这里其实我列了2个常见的场景，那在这2个场景下，就是外部投放以及端内去导流的场景下，如果我们业务的页面它打开的很慢，那用户都有可能因此而放弃访问这个页面，我们就造成了流量的浪费。同时也会给这些用户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就是这家公司的产品怎么会这么慢？那所以我们就想通过技术优化的手段去帮助业务尽可能解决这个转化的问题。那我们的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个页面访问的越快越好。那我们整体方案的一个底子还是基于那个 React 的 PPR 特性。那PPR 呢，它通过把一个页面上面静态的内容和动态的内容去拆分开来做渲染，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实现比传统的 SSR 更好的 TTFB， 以及比客户端渲染更好的 FP。那PPR 在这里它给我们的用户体验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当我们找到位置坐下来的时候，服务员马上给我们上了餐前的面包，然后呢，再逐步的给我们上小菜，再上主菜，最后是甜品。那这样的一个用餐的体验，它相对于我在餐桌上坐了10几分钟，然后再上菜的体验要好得多得多。所以这就是 PPR 这个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用户体验的地方。那我们是通过怎样的基础设施去完成它的呢？首先，在云这一个节点上面，我们采用的是 FAST 的方案。那它的特点是它可以做弹性的伸缩，不管是我这个业务它有没有流量的尖刺，它可能在一些有促销的场景，它可能访问量非常高；那屏风的场景，它访问量又很低。那这时候 FAST 都可以从容的去做应对，做弹性的扩缩容。然后呢，因为它本身也只负责我们这一个网页的服务端的渲染，它是一个很轻量的行为，我们也不希望开发者因此去承担更多的研发的工作，所以我们做了一体化的研发运维。那开发者他只需要去关心一个前端的应用，这个前端应用就会去同时在构建的时候去生成2份产物，那就会帮开发者发布到 CDN 以及 FAST 上面。那这样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需要对这个应用做灰度的切流，或者是当我们在线上有一些紧急情况需要做回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并去操作。所以这是我们选择 FAST 的一个优势。那讲完云，我们再看一下边这一个节点。边的话呢，就是指的 CDN 的边缘路由。那 CDN 它相对于 FAST 来讲，离访问的用户它是更加的近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上面去做一些缓存的事情。就如果说在这一个 CDN 节点覆盖的区域范围内，一旦有用户访问过了我们这个业务的静态的内容，那它就可以被复用给其他访问的用户，这样就降低了我们回到 FAST 去渲染这个静态内容的耗时。然后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节点，我们可以去灵活的做切流的控制。比如有一位用户，他的手机已经是市面上最好的手机了，那可能他就不太需要去做服务端渲染，我们可以通过动态切流的形式，然后为我们的云服务器省下一些成本。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可以去实现主动的降级，就是我们这个方案是给业务去做访问的优化。那假设 FAST 出现异常情况，它没有办法去响应服务端渲染的内容了，那我们这套方案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让业务可以回到普通的客户端渲染，它不会影响业务的可访问性。那其实一般来讲 ，PPR 的技术方案到这里就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因为是考虑到我们是要解决支付宝客户端内的业务的场景，那我们还有一层就是端，我们就想我们尽可能通过 APP 这样一个容器，看能不能做更多的提速的手段。所以在客户端上，我们有一个基础设施叫做 CCDN， 那它的一个好处是，一旦用户通过支付宝客户端去访问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的 HTML 的内容就会被缓存下来。
那缓存下来以后，只要他后续再想去访问，就可以省去云端的耗时，我们直接加载本地的这一份缓存就好了。但是这样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用户他每一次访问这个网页，可能看到的都是穿透 CCDN 就回源那一次的一个内容，他就会很奇怪，我每次访问都看到一个很旧的内容再变到云端的实时数据。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此之上去叠了一层前端的快照。那这个快照它是在用户每一次访问之后去建立的，我们可以局部的去存储 React 的那个动态，它 PPR 的动态内容的那个区域的结构，我们把它存下来，然后等到用户下一次想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我们会从 CCDN 里面拿出这份缓存的 HTML， 再合并上我们的快照的内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用户上一次访问的内容作为第一帧呈现给他这一次访问。那然后我们再去做 React 的渐进水合，再去把页面上的数据更新成实时的效果。所以对于用户来讲，他几乎是没有加载的过程的，他每一次访问都可以立即看到他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再逐步的更新成他新的结果。对，那这是我们在端这一个节点上面做的一些特殊的优化。那经过这几层优化之后，我们究竟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呢？我这里就没有去放那个首次访问的效果，因为首次访问大家可能已经看过很多流式渲染的一个演示的视频了。我这里主要就放一下那个第二次访问。第二次访问也就是叠加快照能力的一个对比的视频。然后这里选择的一个业务场景是去年春节的时候支付宝集五福的首页。然后因为这个视频很短，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眨眼睛，因为它很快就放完了啊。OK， 好，那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定格在了容器，就是 WebView 的容器从右边往左边推入的这一帧，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的采用了 PPR 加快照这样一个技术方案的前提下，我们的内容几乎是在用户点击就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就立即出来了，它几乎没有任何的加载过程，而且它是赶在了这个容器的动画完成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那它相对于原来的客户端渲染的方案还要等一个 loading， 那这样的体验它是好了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录屏它其实只能体现我们单一设备的访问的结果。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怎么样去感知到我们其他的用户访问这个业务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好的体验，以及我们这一套方案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业务去解决流量转化的问题呢？那所以我们为了去验证它，那我们就引入了2个专项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体感耗时，就这个指标我觉得很有趣，它跟我们以往大家观测性能的，比如说 FP、LCP、FCP 这样的指标不太一样，它不是看一个单一的点的完成的一个耗时，而是它选择了去评估这一个应用它在首屏里面去加载每一个百分比面积的耗时，然后对它做一个加权计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衡量2个应用。我举个例子同样2个应用，第一个应用是它有长达1秒的白屏时间，然后呢立即出来100%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应用是它一开始出来10%，然后慢慢到第1秒钟的时候出来100%。那这2个应用的加载体验肯定是后面这一个会更好的。那体感耗时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衡量这样的用户访问体验上的差异。然后第2个指标呢叫用户的到达率，就我们如何判定用户真的产生了有效的访问？那我们就看这个用户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业务想要呈现给他的一个关键的模块。比如说用户他访问我们的网页，他只看到了一个标题他就走了，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无效访问。但如果他看到了我们准备的最核心的内容，那这时候他最后才离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效访问。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2个专项指标，再加上前面我们讲的通过 CDN 边缘路由去做切流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A/B 实验的对照组。那在这个对照组下面呢，我们这2个指标是都有明显的提升的。其中那个体感耗时，我们可以通过对那个接入业务做那个数据统计，
基本上都能有30%到50%的一个提升。然后用户的到达率，因为每个业务的特性不太一样，如果你本身的到达率没有很高，比如说50%，那可能我们提升的幅度会大一点。但如果本身你就是一个目标指向性非常强的业务，用户来了就是想要去使用你的，那这时候你的到达率可能本身就有85%，那我们接入这个方案可能也只能提升到90%多，对。但是到达率它是不可能到100%的，因为用户很有可能他不小心点错了，然后他就会走掉，对吧 ？OK， 那这就是我们这套方案在指标上的一些体现。然后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希望我们在 H5的性能优化上的一些探索，可以给大家的工作一些参考。谢谢大家。